他一个凡人，在山里转了7天7夜，被毒蛇咬过，被野兽追过，摔下过山崖，差点死在沟里。但他是真的命硬，硬是让他找到了那株仙草上，他爬上去摘。那仙这么耗了1天1夜，他终于爬上了悬崖，也摘到了仙草。可惜他脚下石头摔了下来。我那天正好夜里巡山，路过崖下，看见他摔在乱石堆里，只剩一口气。他看见我竟然没有怕，只是死死攥着那株仙草，开口求我帮他把仙草送回去，救他爹。是一个好故事，当扶一大白。极北的冰原，北齐的大雪，东海的潮汐，西南的万妖国，河神老爷也去过人间，却不知长安金陵又是何地。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，不提也罢。河神老爷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要办。清河城如今是你主事，我得问问你的意见。杀人放火不行，杀生害命不行，窃运夺兽不行。昨日铁柱买酒出城，却被清玄门梵音寺的人拦住，一个要超度他，我要去清玄门和梵音寺替他去讨个说法。去吧，对于顽固不化之老古董，动手比动嘴更有效果。我本就打算直接动手。站住！通玄关，闲人莫入。你就是那吉阳山君，你来我清玄门做什么？明知故问，前日是哪个要拦我家蒲城？那伥鬼入城，行迹可疑，我清玄门斩妖除魔，责无旁贷。还有哪个？不行，我的伤势还没好。我的仆从照清河城的规矩办事，以后谁再敢动他，先掂量量自己积的斤两。施主，梵音寺近来闭寺谢客，主持闭关，不见外人。施主请回吧。闭关？哼，大的不敢露面，派小的出来顶吗？是料定了我吉庸山君不会以大欺小吗？若是这虎妖耐不住性子，打杀进来，便是坏了清河的规矩，势必要与河神对上。没想到堂堂佛家门人，也不过是缩头乌龟、无胆鼠类耳。走，回山。吉元山君。公子，再有半个时辰便可抵达清河码头。清河那边已经安排妥当，届时会有人接应我们秘密润城。这你就错了，我难得出京，这么好的下手机会，他们又怎么会放过？公子请入舱邸，老奴来应付。小子母天鬼幡，你是无常宫鬼婆婆。既然认得，就该知道无常宫的规矩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有人买你们的命。无常宫？什么地方？那不是寻常的水匪，而是修士，一个元婴后期的大真人，带着2个金丹和5、6个筑基刺客，目标明确，直奔船舱。自从执掌清河以来，风调雨顺，海晏河清，从没有水匪敢在河上劫掠，更不用说杀人了，简直是不把我这清河川主放在眼里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庇护清河船客，任务奖励1元重水。哼，用不着你提醒。清河中段西湾口有商船遇袭，速速带人给我把凶手拿了。小的们都跟上，河神老爷来活了！河神老爷的地盘，你们也敢来闹事？简直是活腻了！给我拿下！清河河神，速速与河神水兵配合，将群逆贼通通拿下。若是能杀了这人，我愿奉上金银财宝，香火愿力。河神老爷要你死！给老子滚开！这鬼东西真难缠。金钱修为马马虎虎，可惜吃了没有法宝的亏。这9字怒天鬼幡有些门道，再拖下去得脱层皮，太麻烦了。这是
好厉害的飞剑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把那些刺客拿下！在这清河地界有河神老爷，谁也别想闹事儿。多谢仙人相助，敢问仙长尊姓大名？在下定有重谢。我乃清河河神座下金蝉大王，别谢我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要谢就谢河神老爷吧。小的们，把那些倒地身躯带上，打道回府。陈老，老奴在。这位清河河神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啊！这位河神的修为深不可测啊，或许已是化神境的大真君，甚至更强。大真君，何须询问？无常宫素来是收钱办事，能够出得起价请无常宫那几个哥哥，还能有谁？走吧。他们怕是等得着急了。下官周明德恭迎三皇子殿下，车马已备好，殿下请随下官入城。周县令，时间紧迫，明日一早带我去河神庙上香。是。三皇子，难不成是夺嫡系吗？有趣有趣。丁，庇护惩处安全上岸，奖励神通，又要百功德。水虫水行精炼滴须以水则灵气为根基，法力不断压缩凝练，消耗恐怖。于我而言，就是练出一条重水长河都不在话下。生机飘忽，随时可能溃散。剑天寺这一劫要是过不去，我大金恐要生灵涂炭。有什么事情，明日自会知晓。皇家子嗣见神不拜，这是规矩，因为神玺本就是朝廷的附庸。但面前的这位清河河神却不一样。南晋萧承安叩谢河神老爷救命之恩，殿下大可直言不讳。河神老爷在上，必定是能听见的。河神在上，晚辈此来为奉旨南巡清河，主持城隍缺位的大局。此全赖河神神威昭昭，庇佑清河。晚辈代南晋皇室叩谢。此外，晚辈避开左右，早起拜神，实则还为一个人，乃是剑天司神道参真桑千元，性命垂危，就在我落榻小院。赤峰城隍的神道秘密法主持设计之人，便是桑千元。剑天司内必有内鬼，正是另一位神道参真王被动之脚。若桑参元相招万百姓，会被异变成环夺运而死，生灵涂炭。此人生机已绝。晚辈知道此事极难，但监正大人公参刀城，他说生路在清河。只要河神老爷肯出手，南晋皇室必有重谢。七星续命，设7盏主灯，49盏辅灯，按天北斗布阵，点本命灯7日不灭，那劫受一劫。逆天改命必有代价，续命7日里会横遭各种因果杀劫，天灾因果越重，因果之法便越重。河神老爷，晚辈还有遗物相赠。此外，监天司也会再送一具赤峰金身，届时河神老爷不必劳心劳力，城隍自会日夜庇护县城，而城隍庙的香火则归河神大爷独享。这条件倒是不错。该睡觉睡觉，该喝茶喝茶，不用每日盯着县城像上班一样。而且逆天改命招致杀劫，还没见过这等场面。起来吧。多谢河神老爷。我要设7星续命阵，封庙7日，不许任何人靠近打扰。再备齐7盏主灯，49盏辅灯，灯油要用上好的酥油，灯芯要用细棉搓成，粗细一致。7日之内，阵中不能有任何人打扰。若是灯灭一盏，便是功亏一篑。晚辈省得。偏僻的河神庙，清河沿岸倒是有几处可选。下官记得其中最近一处应是在城北20里外的杨柳渡，就去那里。我这就去安排把庙清出来，半日一定办妥。去吧。河神老爷，一切就绪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续命监天司神官，任务奖励追因素果。
阵势落成，便引得如此威势。河神老爷，这果真是在逆天改命啊！七星续命，逆天改命。7天，就让我看看吧，这因果杀劫究竟有几分斤两？所有人退守在妙言咒中。因果杀劫，这就开始了吗？这才有点意思。河神老爷，真是好手段。殿下，之前每日要为桑山镜服用1线生机丹，只是此刻他人在阵中，事关重大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我倒想看看因果杀劫能整出什么花。你过来呀！是陈老，怎么了？因果，我只是进去送了一枚丹药，便险些酿成大祸。死神来了吗？倒是有趣。还有吗？尽情让我见识见识吧。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，是地龙翻身！这清河地界100余年没有过地龙翻身了，怎会突然？此地以前若有过地龙翻身，说明本就处在地脉交汇之处。如今积蓄了100余年，想来恰好到了极限。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，连地龙翻身都能镇住。清理河滩，重新布防。今夜所有人都打起精神，不许合眼。所有人后退！哼，竟还是个连续剧，果真是一场好因果。不可让其续世，好硬的壳！他全力一剑，只能在甲壳上留下白痕。河神老爷一滴水就让他陨落了。一滴水，还有什么手段呢？希望今日是平顺的一天。那是血海宫，那女子应是神女峰玄女阁的弟子。果然是因果捣怪。住手！血海宫分属邪魔6道，底蕴深厚，
与道盟佛宗抗衡。欠女人，以为找到了救兵吗？今日在场的，一个也别想活。他魔功一转，竟是赤血法身，这是血海宫独门神通，虚实转换，极难对付。给我死！这就是魔道大宗的底蕴吗？速度快到连我都跟不上，攻势怎的迟迟未落？法身宛如定格，虚实转换竟彻底失效。本河神在此，岂容放肆？这追杀数百里的血海宫真传竟被轻松压制，河神庙里竟藏着一尊大神。河神在上，晚辈惊触神女峰玄女阁苏婉，路遇血海宫人屠村炼法，都愿真实晚辈下，求河神显为除魔。无奈野神，我等乃是血海宫弟子，若是伤了我等，血海宫不会放过你。你竟敢！陈老，那是什么？每一名血海宫真传都会随身佩戴一枚赤血宝玉，这血玉有2重功效。小小蝼蚁倒是有几分见识，不过纵然只能发挥出化神之威，收拾几只蝼蚁，却也是足够了。区区河神野妖之术，也敢与血海宫为敌？其一为护身，能在致命时刻替死挡灾。不过在河神老爷面前，这道护身电池几乎是形同虚设了。这第二个功效，是为复仇。一旦真传陨落，血域便会勾连血海宫内的渡劫老祖。所以此刻降临的，恐怕真是一尊血海宫的渡劫老祖。这逆天改命的因果杀劫，竟然如此恐怖！总算有点意思了。有本事你过来呀！竟如此狂妄，血气如海啸的震撼灵魂，受死吧！倒是唬人。区区河神，竟有这等修为！清河河神，敢做记住你了！我度过下一波雷劫，定要亲自来寻你！哼，既然这么嚣张，不如留个名号吧。本座行煞。没听过呢，哪里来的无名小卒？气煞我也！清河河神，我必叫你万劫不复！三昧真火！清河河神，不用你来找我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，会去找你的。行煞老祖血海渡恶，屠灭多少城池的狠人，连2位渡劫大能联手追杀都能逃脱，他的化身一击竟被河神一袖扫灭。何时出了这样的大神？今天才第4日，就已如此凶险，因果杀劫还能引来何种祸患？殿下，今夜老夫亲自值守。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。殿下，今日太安静了。陈老，是啊，你说河神之威如此强横，这因果杀劫有没有可能已经放弃了？老奴不知，只是这逆天改命，绝非易许。玄阴老祖，分坛弟子都散出去了，还是没有发现桑千元的线索。
反倒是有不少折在了监天司的手中。那3000元藏得倒深，连玄阴老祖都算不到，怕不是有高人相助？哼，你们莫不是忘了，那监天司的监正公参大成可是世上无双的天机高手。天机有变，3000元在，清河杨柳渡。清河，城隍事发的和清河，三皇子于此定是掩护3000元续命。去清河杀掉3000元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属下遵命。再调集分坛所有在位的元婴修士，今夜出发，目标清河杨柳渡。奇哉怪也，难不成监正老头打盹了？因果关联怎的忽然如此清晰？殿下，我们先去庙前吧。来了。阴神教香火法身，每一尊恐怕都有化神圆满之威。合体法尊，这竟是3000元的倚仗。唉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，来吧，不要让我失望呢。糟了，声东击西，杀！纵然劫阵顶天拦下2、3个，可现在是9个。殿下，你先走吧，老奴定将你护送出去。还没到绝境，给我守到底！不管你是谁，今日既然挡我阴神教的路，便是自寻死路。来得好，哼，陪你耍耍。河突那圣洁清光一举消散的无影无。不只是合体妖尊，亦非渡劫妖王，是一尊大成妖君。这里怎么会出现大成妖君？把这3个绑起来，收押候审。第6日了，前几日如临大敌，以为在劫难逃，可现在在真正的高人面前，都不过是小小的浪花。陈老，老奴在。你说明天还会有杀劫吗？老奴不敢妄言，只是这第6日便已是如此绝境。若还有天地，只要河神老爷出手，皆不过俯首了之。越是安静，心里越不踏实。数百丈之巨的陨石，砸下来，清河城方圆数十里都会化为陨坑。呵呵，真是装都不装了。
桑先生，三殿下，见天寺神道参日桑千元叩谢河神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不过你也无需高兴得太早。七星续命铸就只是续命之法，12年后气运再次亏空，片仙救不了你。12年而言，对不过一度春秋，太过短暂。千元本是必死之人，能再得12年春秋，已是天大的幸事。破解阴神教典灵秘法，重固城环神道，让被窃据的庙宇重归正道，12年绰绰有余。你倒是豁达。桑生，我们该回清河城了。大晋皇帝诏曰：清河河神护国安民，功德昭昭，天命可见。今正式加封清河河神为清河城隍，享朝廷香火，受万民祭祀，赐金身一座，金印一方，钦此。河神老爷，城隍老爷。大成妖君，铺天盖地的压迫感远超想象。妒忌爷亲的小家伙，大清早的用神识窥探本君，怎么是想松骨？晚辈不敢，晚辈只是想求见河神前辈，并无冒犯之意。想见我，那就过来吧。这便是清河河锤，拜见尊大坑妖君。便是河神前辈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。那儿还有把椅子，自己坐。找我何事？这是人道气运加持的城隍神印，融入金身便跑庇护清河，前辈便不必时刻以神识盯防。这印确是谢礼，能将我彻底解放。确实不是，神道签是我神大人夫负责。他说前辈于人道有恩，当以诚待。有意思，你们这份礼我收下了。我只能说，我的神道图不止清河。敢问前辈，您的志向是？谁知道呢？未来或许能就要做天下水脉之主人。前辈，您所说可为真？只是一个假设罢了。现在我只是一个河神，清河的河神。恕晚辈直言，纵然前辈是大成妖君，这条路恐怕也是道且长。晚辈告辞。陈老，若我争取到河神老爷的支持，或许能多几分奔刺回应的不机会。现在我既已许诺，加上仙门直询，可保一成无虞。终于弄完了，好想睡觉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得去收拾一个人。大成，你竟是大成！你不是说要亲自来找我，将我碎迹万段吗？我这个人不喜欢让人等。阁下虽是大成，但我血海宫底蕴深厚，渡劫老祖10数，更有大成魔尊坐镇。哼！所以对你们这种货色，最省事的只有一个：斩立决。还年！血海起！清河河神，你逼我至此，那便在这血海之中见个分晓。染血分身遁法，只要一缕逃出，蹭起！
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每次都找到我？邢上，这就是我们的因果羁绊啊！何不留下受死？有权老魔！废物！能将火星术法修炼到这等境界，万法仙门温景行，万法仙门此仇此辱，血海宫记下了。我的修为怎么会打喷嚏？终于能睡觉了。连云心思。又是一个太平夜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他，那个买酒的昌鬼，1个月前引发争执的那个。佛珠，这是一件法器，这是面法器，他快不行了，你守在里，我去找孟长老。吉庐山君与河神喝过酒，这昌鬼也未害过人，他忽然出现在清河城，必定事有蹊跷。酒见河神，果真出事了，扶他起来。河神老爷见不见你，我说了不算，但你须丞相上香，心中默念你所求之事。求河神老爷显灵，求河神老爷显灵！这是有鬼物在上香祈祷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求河神老爷救救吉阳山君，他被那梵音寺的和尚捉走了。发生了什么？细细说来。此山君生有慧根，当与我佛有缘。当我大日返我宗，为我护法神兽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秃驴，竟敢犯我吉阳山！起！走！难怪那梵音寺闭门之后再未开过，原来是那慧明秃驴在我这里吃瘪后，见在城里捞不到好处，便把如意算盘打到了吉山君的头上。你是叫祝是吧？带路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看好清河城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解救吉阳山君，任务奖励编辑阳石。那和尚已经离开，此地残留气息，难寻因果，难以追踪。和神老爷，可还有其他办法？你手中可有山形的物事？他亲手炼制、长期佩戴或者把玩的物件。和神老爷，您跟我来。
这是主人给我练的，主人把它给我以后，我舍不得带，一直收在这里。再合适不过。找到了。槐树镇就是这儿了。道爷胡道一追一只偷人魂魄的山魈，追了3天3夜。道爷今天只收他一只，不为难旁人。臭道士，你追了我那么久，竟敢追到这里来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界？你睁大眼睛瞧瞧，这客栈里除了你，还有第2个活人吗？道爷，我姓胡，名道一，千机道宫真传弟子，元婴圆满的大真人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一起上，他只有1个人。哈哈哈哈！你们几个最好寻个深山老林专心潜修，别怪道子回头来收你。道人大驾光临，无声镇有失远迎。你是这客栈的掌柜？正是，道长收妖辛苦了。正好本镇今晚有桩喜事，东家要招赘，就在镇中老槐树下摆酒。道长既然赶上了，便是有缘。你们妖魔怪来结亲，请我一个人去喝酒？非也，东家这次招的女婿也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和尚。人，和尚。被妖鬼招赘，这3个字放在一起，怎么听都透出了一股邪性。不知道长敢不敢去？这请帖我接了。掌柜的，请帖再给我2份。贵客临门，自当欢迎，请帖管够。这位朋友，这可不是普通村庄，这里面住的全是妖魔鬼怪，今晚的席面定有蹊跷，到时候若是打起来，我不一定能护得住你，你们还是别掺和了。我来找人的。难道你找的是那被妖魔招赘的和尚？我是要找和尚，但却不知是不是今晚的那个。这样吧，你届时跟在我身后，道爷我还有几分保命手段，若事有不捷，咱们走为上策。你若愿意跟着我，倒也随你。不是我跟你，是让你跟着我。2位贵客稍坐。那汉子终于走了，为防万一，我先给宗门传讯摇人，免得咱们阴沟里翻船。这里的饭不能吃，我这里有辟谷丹，虽然味道一般，但是顶饿，你们可以先将就一下。不必了，我们也修道到了辟谷。你难不成是那种修行返璞归真的大佬来这里逗小鬼们玩呢？安静的歇会儿吧。让路！让路！大佬，这满屋子妖魔鬼怪盯着咱们看呢，您倒是想想办法呀！活人？怎么会有活人？吉时将至，东家有请诸位贵客移步赴宴。大佬，你带带我，不是，等等我啊！各位有请。糟了，大佬，那个黑洞我神识穿不透，这怕不是某种异世洞天的入口？一旦被困在里面，便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连传讯符箓都飞不出来。咱们真要进去？走不走？不走让开，别挡道。啰里啰嗦，给我进去！好浓郁的阴鬼煞气，这什么地方？怎么那么像传说中的凤都冥府？此界为阴，上界为阳，
那株老槐扎根阴阳两界，树洞变成了两界交汇的门户，或者说，这只是一片阴界碎片构成的镜像世界。听你刚刚话说，此地也有冥府。等等，大佬，你不知道冥府？汾都冥府就在西南之地，独立2朝之外，那是一片鬼域乐土，游魂野鬼、6道转生无不要经冥府之手。据传冥府之中有10位鬼王坐镇，更有1位鬼帝阴君镇压鬼域。相传那汾都冥府便是这血月当空、阴煞弥漫的阴森光景。这酒菜有的不是幻术，看一眼就肚子翻江倒海。这东家的席面真是好大的排场。这位道长真会开玩笑，这槐树姥姥嫁女儿，那自然是要大操大办的。这槐树镇的东家还真是个树妖。但来岩界之际，遮蔽根脚，神识探看明白，此间主人早已明了。今年以来，老身已经嫁过78个女儿，今儿个是第79个。仗着扎根阴阳两界的地利，调用阴界碎片杀气，甚至有与合体妖尊抗衡的实力，难怪能做这800里之主。聚着那么多孤魂野鬼，说是他女儿就是了。嫁了一回一回，老朱的家底都被薅光了。我是来闹事的，也要随份子。良辰已至，吉礼将开，恭请新人拜堂成亲。且慢！大佬，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咱也得徐徐图之啊。咱们怎么个张情？是抢了人就跑，还是？你师傅去哪儿了？老身早听说了，今儿个席上多了3个不安分的活人。既然你们自己跳出来了，那便正好一起灭了，给宾客们下酒。什么？慧明会这么容易死？恐怕未必。完了！这次真的要死了！没出息！一线轻刹那间化作滔天巨浪，逆势灼而逝。这不可能！这里是老身的阴界，在这里，老身便是天。可惜只是区区阴界碎片，分量太轻。老秃驴
你可真让我好寻。河神施主，别来无恙。贫僧就知道早晚会再见到你，没想到贫僧都躲到这阴界之地，藏身这株老槐树的结界之中，竟然还能被施主好手段。只要山君以佛祖名义起誓，必定将吉阳山君完好无损的归还。你这秃驴，如今一句完好归还就想一笔勾销？你是觉得天底下的人都该吃你们佛门那一套？既然如此，贫僧也只好奋力一搏了。法源，为师以自身佛血为你塑大日金身。你天生佛骨，佛心澄澈，只有你能发挥这一法的威力。为师要你降妖除魔。是，师父。太上清净，明光照临，涤荡怨煞，澄净台心，破迷除妄，复归清明，三魂归位，七魄安宁。多。河神，那秃驴溜走了。别急，他跑不了。走。贫僧与山君本无深仇大恨，贫僧请山君回西域。好个佛门秃驴，欲将我变成尔破庙的傀儡！甘受屈寸，为河神之命是从。这个以后再说，走吧，还有些尾巴要收。大事不好了！慧明法师的命登西了！丁，解救吉阳山君任务完成，奖励神通边山移石，奖励1500功德，功德7700点。主人，辛苦你了，起来吧。都住口！你们听好，我救你们是顺手。此间既有愤都冥府，专司转世轮回，你们既脱了束缚，该投胎的投胎，该转世的转世，莫要在我这里耽搁。顺着这道气息走，你们凝神感应，自会感受到冥府的接引。有一样东西需要处理，那便是阴界碎片。若是养炼阴煞法宝，修炼阴煞神通，万有幻阳鬼物，也系统刚刚奖赏的神通边山仪式，可挪移地脉，正好适应当下之政。这方天地以前也有九幽黄泉，只不过因为不知名的缘由，崩塌成无数阴界碎片。走了。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！这才是神仙啊！我的好徒儿哟，顽石来了！道士这就替你出头。熊斗早被一位神仙大佬打跑了。哦，那是哪位道友仗义出手？是清河河神。河神老爷，这赤灵芝是老婆子去年在崖壁上采的，一直没舍得用，如今斗胆给河神聊表心意，希望河神老爷保佑我们一家。你是来送东西的，你也是来送东西的。你带了什么？你又带了什么？这个太酸嘞，那个不够甜。如今要我去求云岚真人，这张老脸着实有些挂不住，但挂不住也得挂。云岚道兄，先前清玄门多有得罪，皆是贫道管束言之祸。此番求见河神爷，还望道兄代为引荐，贫道感激不尽。司空道兄，但河神老爷见不见你，贫道可不敢保证。当初清玄门在清河城里屡次三番辱你连云宗，你就不计较了？当时河神老爷在，他那几个弟子也没讨着好，
再说司空司河神老爷备了厚礼，连云宗也跟着您沾光了。拿来吧。清玄门司空玉清代河门上下叩见河神大老爷。起来吧。东西我收了，只准斩血煞邪祟，不许伤有灵众生。这蛤蟆的口味越发离奇，什么鱼尾娘、螃蟹娘、乌贼娘，我是真欣赏不了。大人您看，这位姑娘尾巴可是极为……俗气，不看了。还是人的审美顺眼，刻在骨子里的顺眼。我跟你说，那黑熊精今天被我追得巡山。两位贵客可还满意？好酒。妙童带娥去城里输数，有余去城里河神庙当庙祠照料他。此庙日后封了，专待山里妖鬼。河神任务发布：书具清河活烙，拯救受灾生灵。任务奖励：纯阳说剑经。这一窝小家伙隔三差五送松果，算是虔诚信徒。窝被冲垮了才喊救命。行了，还没死呢。蓬莱岛李玄真拜见清河河神。蓬莱之名倒是久仰，河神贵为清河之主，却能体恤生灵，难能可贵。不知李道友有何贵干？当初蓬莱接到云岚道友来信，命晚辈来看河神究竟是善是恶。可惜那一次河神闭关，晚辈另负任务，只能遗憾离去。此后晚辈多次造访，皆无缘相见。后来在清河城逗留半日，看到百姓安居，人道气运成欣欣之事；看到妖物与百姓同行，仙门弟子与大妖结伴夜巡，还有那香火昼夜不息，百姓脸上只有安详。若非河神仁德慈悲，定无法开辟这一番局面。那怎么现在又现身了？晚辈这次不是专程前来，是路过清河，南下追踪古神殿的魔道余孽，追了2个月，进入临江郡便失去了踪迹。又恰逢暴雨连绵，洪涝成灾，便想到今在此应百姓先河神，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不过既然在此遇上了，有一件事，晚辈当告知河神，是有关剑阁。河神斩了宋金红，扣了万载兵，剑阁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才暂且搁置清河的事。但如今不同了，如今剑阁正出手来，遇见乔赤金，兼告寻河神清算旧账。剑阁立牌战万年，底蕴深厚，蓬莱也不会早着。若今魔道四起，天机混沌，此间万事还望河神细细思量。话已带到，贫道还要去追踪魔道，便不叨扰河神了。你们现在没有家，先跟我回白水石崖待一阵子吧，等雨季过了再回来。山川泽野之间，还有不少被洪涝困住的生灵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纯阳说剑经，奖励银柄重生，喝着定多2次。经过纯阳终以气玉剑以新化剑，是蜀山剑诀的上位版本，极为凑手。进阶需炼化兰江水脉，那兰江不甚熟悉，得换金蝉来问问。你可去过兰江？老爷，难不成您想要执掌兰江？老爷的事儿，小的哪敢不上心？这兰江水脉，要不我先帮您去探探？清河往下过了翠微山便是兰江，水系众多，不亚于清河，小的去最合适。去吧，老爷放心，小的定然把兰江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。兰江江这水势比预想的要凶得多。大王，前面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救人！金蝉吐珠，堵个绝口，绰绰有余。说什么胡话！蓝河只有仙长，哪里来的河神？有也是河妖。我管他是妖是鬼，能救人的就是神。河神显灵，河神老爷显灵。我家老爷是清河河神，我们是清河水族，奉河神之命来兰江救灾。你们要谢，得谢清河河神。清河水族跑到兰江来救灾，这倒是有意思。郡守大人，河神乃是朝廷敕封的正神，咱们要不要水族联络，联手赈灾？如此一来，大人的声望……你糊涂啊！立刻拟一份埋传真派，有水族聚众兴风作浪，请仙门速速派人处置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兰江怎么会有水族作乱？定是外来的。你带几个师弟走一趟，
若真是水族精怪作乱，杀了便是。弟子领命。妖，全是妖。苍蓝派铁律：妖皆恶，见则斩。至于救人还是吃人，不重要。剑神斩妖！住手！住手！这蛤蟆能替横剑阵，竟是元婴大妖，但门规没有退字。妖孽受死！先救人！阁下弟子不分时由出手，不知是哪家仙门，竟然如此霸道！长老，就是他们兴风作浪！哼，妖邪鬼魅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方才你对我门下弟子留了手，又未伤沿岸百姓，贫道便给你一个说的机会，报上身份。我等他说教兰江出面，别不责百姓遭难，奉河神之命，沿途疏导救人。兰江有我苍蓝派坐镇，无需外人插手过问。道长，并非我等愿意越界，只是连日暴雨，兰江洪涝成灾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救灾是朝廷的事，仙门向来晚祖之事，越俎代族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朝廷的事，派占据兰江水脉为己有，却不管兰江的百姓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仙门如何行事，还轮不到一只蛤蟆来教训。今日留你一命，回去转告你家那位清河正神，苍蓝乃我苍蓝派立派之基，容不得旁人染指。再敢越界，下一次便是魂飞魄散。老爷，你要给小的们做主啊！倒也辛苦你们了。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说说吧，小的无能，给老爷丢脸了。不过兰江毕就是苍蓝派先占为道场，我们不请自去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会给苍蓝派送张帖子，就说清河河神不日将登门拜访，届时与我同去吧。果如陈长老所言，那清河河神欲去兰江水脉，10日之后将登门拜访。我有这样背叛之计，此等铁证便要强杀妖尊。掌门，据节年司消息，那河神并不是我的活料做不了3大，是摊牌。届时若以此为由，我等也不能不做应对。朝廷的人也该请，定的人要请。清河河神有恩于监天司，他们不会站我们这边。临江巨兽段卓群与我派私有往来，请他出面便是，务必传讯间隔。清河河神，我苍蓝派绝不公。河神远道而来，苍蓝派有失远迎，请落座吧。苍狼掌门不必虚与委死，开门见山便好。河神传帖至此，言要商议兰江水脉归属，贫道便敢问河神，历来便是我问兰令道门外，何来商议说？顾掌门言，兰江水脉乃苍蓝立派之本，那本座便问你一句：这兰江将万里孕育而生，还是你天地苍蓝一手造好出？山川河海灵脉齐生，滋养万灵，生生不息。可钱江灵运尽数被你苍蓝独占截留，9成灵气皆为宗门修行所用，整条荡鱼湖终日之捕捞，岂能凋零骨，手里无益。凡此种种，皆因灵脉夺气运枯竭也所致。多少生灵食不果腹，朝不保夕。仙门修行修的是什么？是高高在上，是俯视众生，还是占据天地的灵气，却连天地生灵都不屑一顾？河神爷，在下临江郡守段卓群，仙兰江洪灾，在下身为郡守，自当奔波，与苍蓝派无关。河神爷若要问责，问责下官便是。此言差矣。神神官，苍阳派似乎不曾邀请不敢天司。你说仙凡有别，那沈某便问你：明知兰江灵气被截留，可曾向朝廷上过一道奏折？可曾向道盟提过一次交涉？苍狼派占据兰江100余年，百姓生活愈发艰难。反观清河，河神执掌水脉以来，清航水系无有灾祸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妖物与人和睦共处。同样是临江水脉，为何一山之隔，差距如此之断？诸位道友可曾想过？说得好，兰江水脉本为天地所生，我家老爷乃是天授神帝，水脉何该还于天地？由我家老爷执掌。孤寒上人，是孤寒上人亲至。河神前辈，
孤寒传人而令下，剑阁7阶剑长之一宋继红的师傅，此人剑道华境，不好对付。此事乃是我道盟与清河河神之间的事情，仙俗两分。监天司如今连这规矩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孤寒上人言重。监天司此来奉监正之命，兰江水脉事关沿江百姓民生，非道盟自家事，不敢不来。荒谬！道盟自当约束，监天司凭何插手？既是道盟之事，不知我有没有资格参与呢？蓬莱李贤真见过诸位道友。兰江水脉归属，天地灵脉本当责避苍生，不如双方坐下详谈，未必不能找到两全之策。银楼竟邀我离去，不明为夺故，道盟的脸面被你们丢尽了。孤寒上人，蓬莱行事轮不到建国教训，宋慧从未主动与人为偏要消长，能有院子？好胆！我倒是不吝替长征清华仙君教训教训晚辈。大佬，是我啊，胡道一啊！清河河神，贫道司徒九，千机道宫长老。我这不成器徒儿，前些日子在槐树镇承蒙河神关照了。孤寒道人，贫道徒儿在槐树镇降妖，恰逢河神救他一命，还灭了吃人老槐树。贫道虽是酒鬼，但善恶分得清。难道我们真的做错了吗？司徒知自己是酒鬼，道盟脸面被尔等丢尽。清河河神，杀我徒儿在前，恃强凌弱在后，伪作善神，吾当持剑斩之。威力如何不说，倒是挺好看的。剑阁用剑，我便用剑教训你。本座乃剑阁剑主，千年修行唯一剑。不可能！你一介妖物，怎么可能领悟如此无上剑道？是这祖奴的紫气一面前，如同烛火般被狂风吞尽吞噬。幸好当初选择了投诚。大成妖君，恐怖如斯。我不会对小孩子出手，剑阁这一笔账嘛，我亲自找你们大人去问个清楚。这等漠视而又强横的气息，绝对是大成过境。这可是南晋腹地啊，道盟的仙君呢？道盟的仙君呢？等着看吧，一会儿绝对要打起来的。敌袭！剑阁，本妖君来讨债了。阁下何人？为何强闯剑阁？哼！你们3番5次派人到本妖君面前现眼，现在却来问我是谁？掌门，刚刚弟子传讯，孤寒的命灯熄了。你是清河河神，你竟是大成妖君！你们剑阁不是口口声声说见妖则斩吗？本妖君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，来斩给我看。纵然你是大成妖君，强闯剑阁，也休想让吾等低头。好，就等你这句。我早就想揍你们了。变阵，六合溃妖。纯阳剑意引动下，剑容瞬间暴涨100丈，照亮了半边天空。不错，
再来。不是说剑阁有剑君坐镇吗？为何迟迟不现身？可莫要说我以大欺小。终于要有意思了。孤寒的事吾已知，他修孤寒霜雪之意，在无情道上性情偏执，早晚有此一剑。剑君是孤寒他私于阁下罢手，吾与若阁下免不了要做一场，无论胜负，此事便算结果。不喝，园里面要就杀，要喝，哪有这种好事？先打过再说。来。水虎现阴阳，匪命境，神火连环轰！蓝星末法时代，修成渡劫后，再没打得这般痛快了。贺知秋，没想到你也有今日。这位朋友，我们不如何不联手杀了这贺知秋，除尽剑河修士，进而占了伏仙山，将这陵南化为一片蓄养人畜的妖魔乐土。老夫愿与你联手统治，共掌南海妖国。朋友，这是何意？本君与人交手，不需旁人插手，而且我也对你的提议不感兴趣。贺道友，剑阁与河神道友之间的恩怨，李某也略有所此事。剑阁理亏，三番两次冒犯妖君威严，河神道友出手惩戒，理所应当。河神道友可否有此高抬贵手？若是再打下去，只会让旁人坐收渔翁针之利。李道兄所言极是。前些日子血海宫的幽泉老魔找问找上万法仙煞，这天下能以火行制法，似乎道真神所为。只是方才远赶到河神道友的火法摄神通，那行煞老魔想来是死在，但我成了你的情。河神道友不必在意，那血海煞为炼血幡屠数十万还人，死有余辜。河神道友也有所不知，这剑阁修无情剑道，唯心为剑，虽然容易走出极端，进出些脑子不正常的疯子，但并非是。从今日之事，剑阁卸任道盟，向风直山100年，往后剑阁弟子不得踏足清河河神神域一步。河神道友这个交代可还满意？亮清了。据闻河神道友曾于清河展露真身，青林耀日千丈蟒身，而他刚才斗法，剑术真火，重水挪山，各种神通道法无不信手牵来，万法之名。青林万法妖君嘛，剑阁封山妙年，勒令领这剑弟子不许再踏足那清河河神之领地。谨遵剑君法旨。各位若是等待河神，不如入派中小坐。仓促，绝对支持。苍派上下叩见清河河神。顾某身为掌门，愿一力承担，只求开恩，留我苍兰派弟子性命。即便是逐出临江，流落荒蛮，苍兰派也绝无怨言。起来吧，我对苍兰派只有2个要求：其一，我要炼化蓝商堆阻拦，不得借此生事；其二，我执掌兰江之后，苍兰部迁派挪地，但巨灵大阵不给动，不能再截流水脉灵气。多谢妖君开恩，苍兰派上下铭记妖君大德。金蝉，带着你的人继续盯着汛情，顺便把兰江水系的水脉炼入神印。老爷放心，小的肯定把这个事情办得服服帖帖。诸位，这出戏唱完了，大家该散场了。是谁？青林万法萧周宇，青林妖王姬。清河河神大成妖君，杀我渡劫门人在前，偏偏误导我去寻那万法仙门的温人晦气，好得很。传讯各分坛清河河神的底细，给本座查个清清楚楚，本座要他付出代价。清灵万法，清河河神，此人屡次坏我教大事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名大成妖君。慧明圆寂了。
尊上，青林万法妖君横空出世，插手兰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否要放弃此前的布置？10年布置，功在今朝。如今收网办，岂能半路废？若是放弃10年毁誉为鱼，你我谁担不起这个责？少说也要量化兰江水脉，趁他尚未彻底掌控兰江，更动吧，立刻去办吧。事成之后，古神殿不会亏待你。不对劲，乖啊！小的查了好几处，那些细细泉眼像是被蹦过手脚，岩层碎裂的口子齐齐整整，倒像是被炸开的。奶奶的，这是有人给咱们老爷上眼药啊！立刻传讯老爷。还好尊上英明，先引爆各条溪脉泉眼，让临江各处洪水再度泛滥。顾长渊那老东西为了邀功，果真将值守弟子全调走了。再绣中一张通体血红的阴雷符，指腹轻轻揉摸着阴雷符。陆长老，什么？顾长渊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是我？我没来由的怀疑是有人对派中的灵泉有所图谋，那人不是河神，然后我便等来了你，陆长老。掌门果然心思细腻，而且背叛，你对那清河河神卑躬屈膝，就背叛吗？方令我们在兰江有一席之地栖息。这下完了！快组织所有弟子树下下游百姓！河神老爷，水脉泉眼已然失控，一旦稍有不慎，必然会祸及下游百姓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无妨，我一边镇住泉眼，再炼化了水脉就行了。好一个清河河神，好一个清灵万法妖君，这等法力何止万法，即便是怪以通天之名也毫不为过了。尊上，我们下一步李仙珍又该如何处置？哼，此人像个狗皮膏药，追着本座四处跑，自是要将他献给古神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河神前辈，这丛灾反复，事有蹊跷，我推测，或是古神殿的手笔。何事寻我？古神殿是邪魔6道之一，传承极古，源头已不可考。他们崇拜上魔神，他们相信只要祭品数量足够多、足够纯粹，就能召唤古神降临此世。70年前，项柳一座3万人的城池一夜之间化为死域，城中百姓互相残杀，无一活口。什么回应？有域外魔神降世，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魔神。贫道追查大半年，线索在临江断了。如今看来，掀起洪水便是他们献祭。放手去查吧，就算把临江翻个底儿朝天，我也能帮你兜下来。叮，有河神前辈坐镇后方，贫道便放心了。洪水只是引子，瘟疫才是祭坛，辽民是载体，一瓶是柴，催生恐惧与绝望的火焰，而古神便是那吞噬火焰的存在。可惜我身上没有上百万颗灵果，若非隔着一座翠微山，清河边也会受到波及。将筑基以下的弟子全部召回，只有度过4、9天劫的金丹以上修士，纯折磨人，可以去帮以军镇害。好在这一柄至死脉的炼化已接近尾声，解决完洪涝，便腾出手解决疫灾。无论郡守怕传染，还是监天司不作为，总该有个说法。否则便是置苍生百姓于不顾。明日我必入城一趟。李道长，郡守大人有请。郡守大人说要会同监天司，与道长共商一平解决之法。走吧，请。
李玄真，我尊贵的蓬莱少岛主追了本座大半年，今日此地，本座便跟你好好算一算这笔账。古神余孽竟然藏身洞天之中，难怪能收敛行草。信息是蓬莱至宝执掌时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可惜你的道行对于古神来说实在浅薄。春秋伞只能延缓时光，却不能定格岁月，更不能隔绝神魂清除。你又能撑住多久？这是清灵万法，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找到这里？如阴界碎片一样的异世洞天，能躲避神识，却躲不过因果显现之印。好一个清河河神，好一个清灵万法妖君！本座便是死，也要将这灵俊百万生灵的恐惧与绝望，尽数献给至高古神。古神神珠会降临临世间，清洗人间一切污秽。有他在的话，应该不用多管闲事吧。丁，晋升临江水真君，位阶6品，掌司临江水脉，泽博万民，护佑苍生。奖励法宝神农鞭。你要能跨界过来，就赶紧的。杵在那边瞪眼是什么意思？自今日起，本君执掌临江水脉，正位临江水真君。自此洪波敛迹，灾异不侵，生民丰宁，四海清宁。本君自会庇此方水土，护万载烟火绵长，岁岁无虞。若非有河神，苍蓝派定会在这号下覆灭无踪。覆灭古颠阴谋，任意紫霄神雷，奖励5000功德。紫霄神雷，5雷正法上神通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此乃河神赐下，此鞭可用以解析百草一矮春怂理，辨日易毒药性，可助医者寻觅对症良方，真是好法宝啊！如此我们便可明辨异气特性，对症用药。娘，我饿。是河神赐宝，救万民于水火，尔等当铭记河神恩德，感念河神老爷恩德。真
这等医道至宝，是真的不想还呀！主持修建河赈灾，周持修建河庙。半月化灰玉，重清巨龙乡民的残产。兰江复清。就是。是啊。临江府真君身高8丈，青面獠牙，只身镇门神，探手补青天。天马临江，清江。长，这是谁让修的庙？郡守老爷让给河神老爷修的。河神老爷可是咱们临江的救世主，老汉没啥大石头，给河神老爷刻块板，算是尽了心意。而且大家伙也不是白干，郡守老爷给了银钱补贴。这种生机勃勃、万物竞发的势头，甚好。石头我来完了，把票差。王老头，这地契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如今洪水退了，地还是你的地，可点期也到了，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地，按理办事。洪灾前老汉是借了陈老爷2两银子，可那是为了给娃治病，而且当时说好了3年还清，这才过了1年，怎么就成了死当？契书上写的也不是死当啊，契书上写的是到期不还，以地抵债。陈老爷体恤你，知道你洪灾刚过，拿不出银子，还特地给你多宽限了几日。你不领情便罢，还在这儿胡搅蛮缠。松手！你是什么人？敢管陈老爷的事？先生，你快走！陈老爷的人不好惹，他们是替河神庙事的。此话何解？陈老爷的外甥是负责督治河神庙的官吏，管事说了，周边的田地收来都要修缮河神庙，这些都是陈家在管，河神老爷自然会护着陈家。先生，你快走吧，莫要为了老汉惹上身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河神老爷那可是神通广大的神仙，你要是敢管我们的闲事，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陈老爷家在何处？陈老爷就在城撒周家大宅。这场洪灾对我而言非灾是利，百姓吃不上饭我便放贷，还不上贷我便收地。地是人的根，收了地便是扩大基业。这位仙长驾临小院，不知有何贵干？陈老爷好大的生意，百姓刚经历灾情，你倒先富了起来。仙长明鉴，小人是替河神庙收地，届时要为修缮庙做贡献。修缮庙宇，一座庙宇不过数丈见方，而你一收就是数亩田地，我倒想问问，这也是河神应允的吗？小人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啊！他们遭了灾，没银子度日，小人借银子给他们，收点利息，再收集地，这也算是各格局所趁人之危，低价兼并土地。农人们没了土地，只能委身于你做那佃农，这其中门道，你以为我不知晓？下官临江郡守周成文，不知仙长所谓何来？咱们诞出一只同生勾召。仙长，此等恶劣劣绅，借河神之名鱼肉乡里，是下官失察。下官自请防半年，以尽效尤。此事河神不知，请仙长勿要因此迁怒河神。罚俸便不必了，只是我近日行游田野千面，所见大灾之后，百姓度日艰难，郡守打算如何处置？回县长，其一是以郡府名义向受灾农户接见2种秧苗农具，不纳利可酌期偿还；其二，家中劳力不便者，由官府组织乡邻帮工，工钱由郡府支应；其三，鳏寡孤独家中断粮者，郡府设粥厂赈济，每日2餐，直至秋收。
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谁若再以河神名义横征暴敛，欺压百姓，便让他们到兰江里来拜见本君。本君在江底给他们留了位置。谨遵河神法旨。河神老爷，活命之恩，老汉。将今日之判决抄录100份，张贴各方各村。另河神庙督造一职，本官亲自兼任。从今日起，每一笔工程款项的进出都要造册公示，张榜于庙前。太有师弟！不疼。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，每日必3行己身。胡犯判天，强寒恶寒，死期的不产。你成精了，怎么不会说话嘞？周大人，我倒想问问这河神老爷，这件事真是他老人家应允的吗？我现在已是炼气圆满，距离筑基只差临门一脚。郑秀才，哼哼。你们几个大男人聚众欺负一个弱女子，害不害臊？我们不是劫色啊，是这姑娘问路，我们给她指路来着，只是。哇，姐姐你也太美了！妹妹，你可真会说话，你也很可爱。真的是好漂亮的姐姐。小姑奶奶，你现在信了吧？这姑娘问路的时候，我们就多看了2眼，然后不知怎的越喂越多。几位哥哥莫要怪罪这位小妹妹，是我连累了几位哥哥，还望见谅。小妹妹，姐姐初来清河，听说河神庙灵验，想去城里的河神庙拜一拜，不知妹妹可认得路？认得，漂亮姐姐，我带你去。大哥大叔们，对不起。劳烦妹妹带路了。你是河神座下的童子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？拉个手，你心跳什么？谁家的娘子，简直是天仙下凡！
青丘白芷，青丘白芷，拜见临江水府真君。妹妹，你们这儿的河神庙香火真好。传家，载我一程。人满了，不差我一人。坐稳了，前面有大浪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将你们送上岸去。传家，继续走。哎。你已经到岸了，执念还未消吗？你已经死了。原来我已经死了啊！到岸了，各位下船吧。仙长，敢问名号？临江水府真君。您便是兰江的河神，多谢河神老爷平移洪涝，拯救两岸百姓。你不怪我没能救下你吗？兰江洪涝，数万人受灾，我只恨自己身单力薄，没能救下更多，又怎会怪罪他人？你倒是看得通透，你该上路了。这段时日，沿着兰江上游而行，已超度了10几处这样的冤魂，今夜是最后一处。丁，度化江冤魂任务完成，奖励蜀山剑阵图，奖励2000功德。色是刮骨钢刀，故人诚不我与。散。青丘狐族，所谓何事？青丘白芷奉国主之命，特来拜见临江水府真君。青丘略备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还有别事？谨请亲临万法妖君于8月15月圆之夜驾临青丘，共赏中秋灯会。此次中秋灯会实际上是青丘与蓬莱联手操办，国主想借这次灯会促成一件事：人妖盟誓，和平共处。妖族之中，唯有你们青丘素来中立。妖君崛起于清河阁之规，与青丘理念不谋而合。国主说，这面旗子青丘愿意先取。行，我会取的。白芷，谢过妖君。你愿在清河待多久都行，但出门前把那张脸变得丑一些。若是再引起乱子，我不介意把你轰出清河。妖君还真不近人情，不过冷酷的妖君也是很有魅力呢。姐姐，你就不能别笑吗？小妹妹，我们青丘再见。啊！如今神域覆盖临江，不能时时刻刻用神识覆盖。借着这系统奖励的蜀山剑阵图，布置一座覆盖整个临江郡的大型剑阵。
连云宗、清玄门、苍兰派、黑象阴煞之地，灵气汇聚之地，可作阵眼。春阳剑阵初具雏形，威力远未至巅峰，但已能覆盖全军。每日就是蹲守跟踪记录，蹲守跟踪记录。那河神都不现身，我们能搜集到什么？交代什么？如实交代呗。清河河神大成妖君行踪不定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要不找一处偏僻村落，灭了谢玉姐。寻一处最偏的，做完这然后毁掉村子，不留痕迹。手脚利索些，做完之后炼化血煞，然后毁掉村子，不留痕迹。足足3个月不见生魂血肉，今夜终于能大开杀戒，饱餐一顿了。哼，血海宫的老鼠。要走，不成一进行在于血色血翻。血光滚滚，被发现了，撤！快走，出卢将军地界！上将，救援救出，去下救，正好活着。剑阵威力是大，但对天地灵气消耗极为严重。若多来几个入侵，以后我们将万这几耳并还给了教制的灵阁，留在手里做镇帖，也比留给疯子使用的好。以后出门在外，将剑阵权柄放养心符护制，你将更放心一些。陆离，猎人，重秀是中秋。一切失败。大鹅，大鹅，老爷应该会带我们去的吧？啊！收拾收拾，出发了。河神老爷万岁！路上一定要听老爷的话，端茶倒水，机灵一些，别光顾着疯跑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老爷，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只大乌龟？老爷，那条河怎么扭来扭去的，像根麻花？老爷，云看腻了，全是白的，能不能换换？老爷，村里办喜事呢，咱们能不能去吃席？我想看漂亮新娘。你爷爷给你的钱袋子呢？
掏一些出来做礼钱，没准能换一顿饭吃。耶！好娃娃，既然是外乡来的客人，不用什么礼钱，晚上来吃就好。那位姐姐也要出阁了吗？那她定是这村里最美的姑娘吧？敢问先生，那位小姑娘是先生的弟子吗？那是我的童子。主人家，结成本是大喜之事，怎的个个说如丧考偻？这山神，老爷，这位小花姐姐不想去山神那儿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她？她不去，那你去。我？吉时已到，请新娘子出阁上轿。娘子莫要害羞，快快出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老爷，有人欺负我！小丫头，叫破喉咙也没用。这南山方圆百里，就属我们南山山盟最大。你就是这里的山神？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本王洞府！本王念你修行不义，不予追究。若不识相，本王便拿你下酒。实力套中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放我出去！老爷，好香啊！恩人呐，你们是为了我们才死的，我们穷人家没什么能报答的，只能每年今日给你们烧些纸钱。苗土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童，你们没死？没有丽，我和老爷这不都回来啦？你们还活着，真的还活着！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那山神呢？他怎么会放你们回来？在那儿呢。这是山神？如假包换，你可以叫大家都来尝尝山神的味道。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吃，比我打过的所有野猪都好吃。被山神欺压了这么多年，做梦都咬他一口，今天终于咬到了。敢问先春姓大名？仙长替我们除了山妖，救了我们山下10几个村子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报答，只能回家给仙长立个长生牌位，日日上香。不是仙长嘞，我家老爷是河神，号为临江水府真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不只是河神老爷驾临，还敢让河神老爷吃自家的粗陋韭菜。起来吧。丁，阻止山神娶亲，任务完成，奖励破晃金铜，奖励1000功德。老爷早上好，老爷力道够不够？要不要再重些？小妹妹，饿不饿？姐姐请你吃糕。哼，老爷你吃。这位兄台，小姑娘年纪还小，端茶倒水、捶腿按肩的活计，何必劳她辛苦？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何处？这位是你什么人？我是老爷的童子，我伺候老爷是应该的。姑娘，你跟姐姐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被逼着当童子的？不是，我是自愿的。老爷可好了，教我修行，带我骑鹅，还带我去吃席。
多谢姐姐好意，不过我已经会修仙了，是老爷教的嘞。晚辈秋水派柳晴州多有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，方才言语无状。哇，比妙香力高大，感恩家乡家，谢谢姐。听话，服侍我等，我可以留其他人一条性命。好，我答。姐姐，姐姐，好巧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又来2个送死的。这小娃娃细皮嫩肉，粉雕玉琢，吃起来一定可口。小妹妹，你们快走，不要靠近过来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有眼无珠，今日在客店多有冒犯，前辈不计前嫌，反而出手相救，晚辈惭愧。无妨，我只是想进这庙里歇息。还虚伪同困了。这位前辈虽然面色冷酷，但对自家童子并非如面上那般冷淡。唉，本来以为青丘和蓬莱联合，没想到这些妖物竟敢顶风作案，在青丘门口都敢劫杀附会修士。我也是妖。前辈恕罪，晚辈不知前辈是，晚辈口无遮拦，晚辈。前辈莫怪，师妹年幼，见识浅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夜前辈救我等性命，便是最好的明证。不知前辈在何处山川修行，道场何在？晚辈日后也好登门拜谢。我家老爷是临江水府真君。临江水府真君，那就是青灵万法妖君。没想到那位名传八荒的大成妖君，竟然就近在眼前。今日在客店盟不计前嫌，如今又承蒙妖君相救，秋水派上下铭记大恩。妖君，晚辈有个问题，晚辈管中窥豹，对此次灯会实在是不甚看好，敢问妖君觉得如何？边走边瞧。妖君，明日我等能否与您同行？若能托妖君神威，这一路也好平安些。随便你们。在仲秋时节却开得绚烂无比。师姐，这里的妖怪不怕人，人也不怕妖怪。你们自去吧。听晴春，这位毫无疑问便是青丘国主白素，号为救唤玄天妖君。道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青丘白素见过青灵万法妖君，叫我陆离便好。陆道友，请入内详叙。其实我很奇怪，为什么青丘国主如此匆忙推动人妖力盟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是国主寿元将近。青灵万法妖君果真名不虚传。我蓬莱岛一木长生之术，长君修确有奇效，终归难敌大岛平。如今白道友寿元，或只剩3年不到，说不准倒是一门七星君之法。若是攻城，要17、8块大成器阻止呢。那白素贞成青丘罪人，先来魔道猖獗，古神殿在多地作乱，阴神教与监天司纠缠不休。若天下将乱，青丘在人妖之间，必然是首当其冲。基于共同蓬莱与青丘比邻，相交千年，我信任白道友，也信任青丘。吾可代表蓬莱、瀛洲方战3岛修士，与青丘立约为盟。2位欲立人妖之盟，这在很多妖族看来，青丘所为无疑是一种背叛。剑阁如今又因陆道友的关系现任封山执掌，道盟现由万国闪继承，温道友大便若关系为难。青丘的境况相比我见蓬莱，青丘的势力本就偏弱。听还有陆道友所说，跑到更外围去劫杀与会同道。西南万妖国，南海归墟，西荒8员携妖众，不请自来，赴中秋之会。青丘国主不会怪罪吧？
万妖国、南海归墟、西荒八原，皆是妖众盘踞的人类禁地，食人炼煞之辈遍地横行。青丘此番登会，并未给这3处送过请帖。既然到了，国主又当何为？还能如何？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青丘国主，在下心中也有一事不明。青丘灯会既为妖族盛会，怎得我万妖国连同身后这诸多妖域同族，皆未收到邀约？反正我们这些真正的妖收不到。人妖有别，青丘与蓬莱利本就惹来非议，国主就不怕引火烧身，祸及青丘？青丘小国实在当不起盛会二字。南海龙君与万妖国主贸然相邀，空有冒昧。只是如今3位大驾光临，是青丘的荣幸，白素自是欢迎。袁道友，此地人族道友皆是和善之辈，袁道友若是留参加小会，亲眼看一看，或许会有改观。素问青丘十里桃花，香气盈空。今日一见，国主风华绝代，青丘更是佳丽如云。那我们这些粗鄙之妖便打扰了，希望不会搅扰到青丘的人类朋友。不愧为青丘国主，老袁我此次前来，本也向国主讨教教教。若是喝酒赏月，青丘自是欢迎；但若想要闹事，青丘也绝不轻饶。如此，便请诸位入谷。苍傲童子，寻我有事。白芷姑娘，你是青丘的公主，而我乃是南海龙君第9子，不如我们强强联手，岂不妙哉？若是太子能将你那8位哥哥全都除掉，我就答应做你的道侣，如何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白芷，你敢耍我？苍傲太子，纵然你是南海太子，但你现在立身之处可是丘地界。先生教过我嘞，你这只叫癞蛤蟆吃天鹅肉。但这小娃娃区区恋情然辱我堂堂渡劫妖王，此事必无法善终。老爷救命呀！竟敢对本君的童子出手，该打！敢问阁下是谁？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位便是青灵万法妖君，还不快带着你们的主子有多远滚多远！妖君好生威武，反手便将那所谓的南海太子抽得当场晕厥。白芷待清幽谢过妖君。那头走蛟虽然狂傲，却还不至于如此不济，他只是在装晕而已。如此说来，这苍傲并非单纯是张狂好色的草包，挨了妖君一击，顺势装晕，既避开了妖君的锋芒，又避免被拖下水，明知不敌便立即示弱脱身，这城府倒是不浅。